听到这首 BGM 是不是满满的回忆杀？没错，它来了。美版恐龙战队30周年纪念作《战士永恒》2023年全新上映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还是熟悉的面孔。虽然一众演员已经老去，但青春永在。唯一的遗憾就是绿衣和白虎战士汤米、黄衣战士屈尼永远的离开了我。战士永恒开篇便是众战士和利达女王的精彩对决。只见利达女王已经换成了机械人脸，恐龙战队成员们向利达女王发起总攻。这背景爆炸的画面就像回到了童年，简直燃爆了！经典的 Power Rangers logo 太经典了。众战士和土地兵一段输出，感觉土地兵比以前强了不少。蓝衣战士比利单挑利达女王，一个肘击直接将利达女王的机械脸击碎。利达女王一发魔法光束将比利打飞，正要蓄力打出最终一击，黄衣战士屈尼冲过去帮比利挡住了致命的一击，烟消深远。黄衣战士的扮演者其实也已经逝世，在本纪念作中，他和黄衣战士一起去了天堂。但一波总会有人传承，他的女儿小美便是最佳人选。经过1年的时间，她每时每刻都在锻炼自己，只为能够继承母亲的意志。当扎克和小美来到墓园时，其他成员已经在和利达女王对峙，战斗一触即发。此时的利达女王有神器加持，先将红衣战士牢牢捆住，随后红衣战士突然变成了手办，而绿衣战士和本衣战士在一番战斗下也被变成了手办。蓝衣比利和黑衣扎克眼见不敌，带上小美逃离战场。又是经典的场景，在恐龙战队基地内，我们看到了熟悉的阿尔法，还有这个玻璃圆柱，但上面明显已经破裂。原来在之前的战斗中，基地大脑佐藤已经牺牲，比利和阿尔法在宇宙中发现了残余的强大能量，原以为是佐藤的力量，但召唤来后居然是利达女王的。比利也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，因为利达女王的复活急需以前的其他成员加入。随后另一位粉衣战士传送到基地，然后红衣战士杰森也传送到基地。杰森，你发福了。同时利达女王也派遣土地兵袭击了世界上的各个地方，恐龙战队准备开始救援行动。随后就是经典的变身环节，不得不说还是国语听着有感觉。随后便传送到了袭击地点，同时利达女王基地内能够追踪还处在变身状态下的众战士，蛇怪和牛头怪便立马传送到了袭击地点。众战士也不恋战，救援一处后便传送到下一次袭击地点。而小美这边到达袭击地点后，想通过变身击败土地兵，但急于复仇的小美并没有得到大兽神的认可，变身失败。就在小美被围攻之际，杰森和扎克传送到此，赤手空拳便击败了所有的土地兵。回到基地的众人计划先将牛头怪和蛇怪控制住，利用利达女王救援牛头怪和蛇怪的间隙，前往月球的利达女王基地救出变成手办的战士们。按照计划，比利等人将一块极强的吸铁石挂于空中，随其变身，吸引牛头怪蛇怪的注意。果不其然，牛头怪蛇怪追踪到底，因为全是金属构成，牛头怪和蛇怪顺利吸到空中，众战士便等待时机前往月球。但是小美还是放不下母亲的死，便想找牛头怪和蛇怪复仇，但她依然变不了身，还是没能得到大兽神的认可。此时利达女王正巧赶到，小美不敌被挟持。基地的众战士此时也来到月球基地，通过监测必须先将蛇怪击败，才能将被抓的战士解救。他们此时也发现利达女王的机器正在打开时空隧道，利达女王想通过和年轻时期的自己共同统治宇宙。就在这时，利达女王和牛头怪蛇怪挟持着小美抵达基地。在一番打斗中，利达女王正发射魔法光束打向比利，小美毅然决然地冲了上去，就像她的母亲一样。小美被击翻在地，但此时胸口的变身器也发出来亮光，看来已经得到了大兽神的认可。随后便是经典的变身环节。变身后的众人实力大增，3下5除2便干掉了剩余的土地兵。正要击杀蛇怪时，利达女王将蛇怪传送到了月球之上。随后将自己的魔杖插入蛇怪，蛇怪应声变大。而此时比利利用利达女王瞎比比的间隙，直接用武器刺穿了利达女王，利达女王瘫然倒地。面对变大了的蛇怪，
麦克索德即将启动熟悉的召唤环节。阿尔法利用传送系统将麦克索德传送到月球。众人击败牛头怪后，随后一起传送到麦克索德的驾驶舱内，随即和蛇怪大战起来。没想到老六的利达女王居然没死，起身开始传送年轻时的自己。众战士一鼓作气，召唤出威力剑。一番操作下，一个后空翻从背后砍翻了蛇怪。蛇怪就此爆炸，眼看利达女王快要传送完成，众战士及时赶到，破坏了传送机器，随后扎克一发炮弹带走了利达女王。看着回到基地的众人，真的满满的回忆，每一位都是曾经的战队成员。在片尾，让我们重温曾经的精彩岁月。以前的众战士美丽大方，帅气逼人，而曲妮和汤米永远的离开了我们，战士永恒。